先生，给我个孩子吧。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去啊！人工受孕又失败了，温夫人让我完成任务。原来是他给我下的药。温夫人说，这机会只有一次，往后她肯定不会再上当，我不能走。别碰我！只有怀了孕，才能拿钱救弟弟。你现在走还来得及，走！我的怀孕，你的怀孕！哪怕命运旋风不歇，每天有多少情节 ？I'm free， 受不代价，我是谁？我虚线。Take it off me, I belong to.魏先生，你可以走。丽丽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你父母看病的钱我凑出了一些，还有你弟的案子，我也找人打定了。你不要跟我退后好吗？旁人都问我怎么愈合，但只问理智500万，给玉薇生一个孩子，3年之内完成，男婚女嫁，再无挂钩。你脚步的慌张，是名为背叛的假象。如果真心不能放弃，我和我自己不安分的自己，剩我愈合我自己。50万已经打到你的卡里了，医生说这几天你比较容易受孕，今天晚上你再去3楼试试。玉薇，我知道你生气了，不过你既然已经答应，我只答应做人工，没说要碰那个女人。放心，世玲她不会纠缠你的，她一没身份，二没背景，生下孩子马上走人。离婚协议她已经签了，你如果想早些让她走，那你就应该早些让她怀孕，不然世玲走了，我还会再送下一个到你床上。魏先生，给我个孩子吧。伫恁兜的窗仔外，
其实我生活甲无，我家己拢知影。恁拢了解我的暗坎，我的软情。喂，妈，转过去的钱收到了吗？收到了，但你这钱是从哪儿弄的？这么多，你可别做什么傻事儿啊！我打工挣的。哎，妈，您放心吧，港城这边有钱人多，赚钱挺容易的。你就是那个卖的，你就是那个卖的。万小姐，干什么？你少给我装可怜，我可不是你这套。既然是卖的，那就有价。说吧，多少钱愿意离开优威阁？你的意思是，可以给我钱，还不需要我生孩子？生也轮不着你生。150万，够不够？魏小姐，够的，我现在就可以走。可以，银行卡号给我。不行，从义，不许胡闹！妈，你怎么能趁着我出国，随便从乡下找个女人给优威阁生孩子呀？她配吗？你快点让她走！就算你真的着急抱孙子，我也可以给优威阁生几个都行。您当初把我从福利院抱回来，不就是等我长大嫁给优威阁吗？你哥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？他对女人有洁癖。现在好不容易接纳了小诗，可不敢再换人了。什么？优威阁有洁癖，怎么可能接受这个女人？谁在家里大喊大叫，就离开温家。哥，我10点以后就回来。他的意思，难道是让我10点以后去找他？温先生，温先生，躺着。可是今天不想怀孕了？想就脱，不想就走。没有，温先生，我只是想说，我明天就不来了。为什么？没有你在或不在的安排，原来医生说，根据我的身体情况，每个月同房2次，怀孕的几率就很大，不用每天都。不行，你要来就总来，不来就再也别来。我需要习惯。不行。你要来就总来，不来就再也别来。我需要习惯。
我明白了，原来是房间里多一个人的习惯。你明白什么了？明天7点我下班，你可以直接来。医生还说不能做太多次。只睡，不做。只睡。诗玲姐，夫人说你把这件衣服修补好了，给你额外算2000。那个温从义是不是给你脸色看了？哎呦，你是不知道，之前他大半夜就敲主播房门，直接被少爷骂了出来，我们在保姆间都听得一清二楚。你说这少爷得多嫌弃他呀？嘘，别让人听到了。我这不也是替你打抱不平吗？你个乡巴佬！哎呦，我还以为你这皮糙肉厚的乡下人真都扎不破。温小姐，你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。温小姐告诉你，在温家，就算我是个养女，也比你的地位高。甚至，我今天就算弄死你，我妈也会想办法护着我。你在我哥眼里，不过就是个生育工具。诗玲，温小姐，今天就挠花你的脸，看你还怎么勾引玉威哥。别道歉。玉威哥，是他们背后议论我在先。道歉。我凭什么道歉？我才是温家的女儿，是你的妹妹，她算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我登记过的妻子。对不起。疼吗？小诗，你的手怎么样？伤得严重吗？没事，一点小伤。从义，你真是的，总是性子急，莽莽撞撞的不小心。从今天起，失灵的药让温层一起上，1天3次，直到伤口愈合为止。于威，从义他还小，不懂事儿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是故意的，这点小活就让佣人来吧。啊，他不愿意，可以走。温先生，不用麻烦温小姐，我自己可以上药。你不可以。他要打你，你不会还手吗？温小姐是夫人的女儿，如果我和她动手，怕被辞退。我妈不会辞退你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有洁癖啊。我知道啊，这跟辞不辞退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妈如果想要孙子辈，就必须得留下你，因为我这辈子不会有第2个女人。
说姐姐一定赚过很多钱，让你不再被关进监狱。啊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。愣什么？帮我穿衣服。我不会系。我教你。 그냥 이렇게 또 저렇게 웃고 울고 싶은데 내 마음이 내 마음대로 잘 안 对不起，我在。没关系，下次还有机会。 내 맘대로 안 되는 게王秘书，查一下德安市一件关于诗文的案子。好，温总的意思是把人放了。小诗啊，从义是我从小亲自带大的，我拿她当亲生女儿。我已经跟从义聊过了，让她以后不要总是找你的别扭。你就不要再去玉薇那里说什么了。 世事难料啊，没准儿以后你生的孩子还得叫他一声妈呢。你能明白我说的意思吧？明白。我就知道我没看错人。温夫人，温总说让我带少奶奶去公司一趟。带她去公司干什么？ 这个温总也没讲。那你就去吧。到公司以后规矩些，别乱走乱动的，给玉薇添麻烦。妈，我就说这个诗玲肯定跟玉薇哥说了些有的没的。 这大白天的，有一个就让他最得力的秘书亲自来接。他现在能告我的状，以后就能告您的，甚至一见您和玉薇哥的母子关系。小诗来温家3个月了，之前玉薇连正眼都没看过他一次，只是当家里多了个女佣。自从这几天他们圆房之后，还真是越来越受苦。 进来，关门。温先生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练习打领带，还不过来？你需要多少钱？
我妈和你的合同，她给你多少钱？500万。中午我让秘书把支票取来。温先生的意思是，你急用，先拿着，免得连睡觉都睡不好。你就不怕我带着钱跑了？你会吗？不会。我信你。玲玲，刚才有个警察给我打电话，说你弟被放出来了，还说让什么监护人过去签字，他就能回家了。温先生，是您吗？你晚上睡觉说梦话，吵得我都睡不了。现在事情解决了，就不用再牵挂了。温先生，我带我弟弟和家人，谢谢你。你拿什么感谢我？我给你系领带。就拿这个感谢我吗？您不喜欢吗？了火的安全门，关不住了心跳鼓声，咚咚咚，我无法克制自己忍住，吻你苹果上的皮肤。小诗啊，于伟把你叫到公司都干什么了？系领带。就只是系了个领带。是。于伟在7岁的时候带回家一条小狗，他给这条小狗最好的吃食，甚至还允许它进入自己的卧室。我问他为什么要对这条小狗这么好，你猜他说什么？我猜不到。他说因为这是他的小狗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一旦觉得某件东西属于了自己，出于责任，无论喜不喜欢，都要顾念这些。有严重洁癖的人都这样，领地意识特别重。可惜呀，那条小狗命中无福，没过几天富贵日子就死了。他要是一直在外面流浪，可能还会活得久一些。夫人，我只想完成契约，不会生出其他心思。那就好。哦，温先生，我想回家一趟。机票都订好了，收拾的这么着急？还没，明后天的航班太贵了，我想等等后面的廉价航空。我让秘书给你订。不用，我有钱。多少？500万。温先生，你找我什么事儿？只要你说，我就可以。温先生，您别在这儿。你不是要用这个报答我？那就忍。他这个人就这样，一旦觉得某件东西属于了自己，出于责任，无论喜不喜欢，都要顾念这些。所以，他这是将我也视作那条流浪狗了吗？姐，你回来了。
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快进屋去，进屋。回来就好。是姐姐没能力。姐，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太傻了，没分清楚好坏。你忙前忙后的帮我求人，最后出去打工赚钱，你还因为我连跟旭连哥的婚约都解除了。人类的讯息，就是每当我想起你，是我对不起你。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故事的残缺，没人。你家是3单元还是1幢？他为什么突然这么晚？是，我在你家门口。你是陈旭年吧？你是田亮的朋友吧？哦，我是他未婚夫。去年我们俩定了亲，本来打算呢明年把婚给结了，但是玲玲家呢临时出了点事儿，才不得已去城里打工。未婚夫？他没跟你提起过我是谁？他没跟你提起过我是谁？我玲玲，他是谁？我找诗玲有些公司的事要商量，借一步说话。魏先生，你怎么来了？旅游。泽安市也没什么旅游景点，是来看古迹山的吗？玲玲，玲玲，我们的关系，你跟谁都没说。当然，我不会给您造成格外的困扰的。原来对你来说，这还是困扰。魏先生，您不高兴了吗？玲玲，玲玲。选择哭而放出它漂流人海，把想说的辩护着，不行，下车。玲玲，他到底谁呀？他是我们公司的老板，去处理一点公司的事。这不是微微的助听器吗？现在的他是完全听不见声音的状态。我公司有点事，先走了。哎，玲玲，李师傅，带我去趟公司。好嘞，小玲，上车。李师傅，我们不去公司，追上前面那个黑色的车。
你快一点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对不起啊，惹您生气了。那是我们第一次旅行，潮湿的空气冲破我的勇气，忽远忽近，忽远忽近，我想问你。好看吗？偷看我这么久，不给个评价？好看。和陈旭年相比呢？旭年哥就是普通人的长相。陈旭年就是那个长相普通，但深得你心的男生。对。一伟哥，你回来啦！妈，你说那个诗玲是不是惹一伟哥生气，被赶走了？可能吧。听说你玉威哥给他不少钱，可能不会再回来了。可惜了。可惜什么呀？他就是个乡下来的，又没文化，就只会缝衣服，根本就配不上一伟哥。你不懂，咱们要找的是一个听话的肚子，那肯定要找一个底层人，避免未来给咱们抢孩子。诗玲姐，你回来了。夫人，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特产，不知道您喜欢什么，就多买了些。你不是已经拿到钱？我们的契约还没有完成，您不说结束，那温先生的钱就只能算是提前结的尾款。我就知道我没有看错人，他在楼上呢，情绪不太好，你过去好好跟他说说，记住我交给你的任务，早点完成，对咱们大家都好。晚安，温太太。难道我演技这么好，温玉薇真以为我睡着了？
为什么回来？我和温夫人是交易关系，我拿到了我想要的东西，但是温夫人还一无所获，这不公平，所以我得回来。当然，如果温先生想要提前终止交易，我可以立马离开。就是之前你用在我身上的钱，我会尽快赚钱还回去。您告诉我个数额就行。看什么？助听器啊？根本没必要带。反正你说的没有一句是我想听的，带上也是浪费我的电。不是我，小嘴巴闭起来，睡觉。雨薇，今天公司不忙啦？还可以。有为哥，早上好啊！好，这有人了。啊？有人了。志玲，坐着。有为哥，他就是个保姆，跟主人一桌吃饭，算怎么回事啊？谢谢温先生，早餐我可以回房间吃。行，和你一起。哎，就在这儿吃吧，别回房间了。来来，小诗，坐下。小诗啊，你上次给我补的2件衣服，补得特别好，我的朋友们都对你的手艺赞不绝口呢。你有没有兴趣再多接2单呢？谢谢夫人，我可以。不好意思啊。不好意思啊。喂，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昨天我回家取东西，在咱家楼下遇到陈旭年他妈来着，说是他也不在原来的工地上干活了，说要去港城奋斗，顺便照顾你。依我看呀，他还是放不下你呀。如果不说清楚，旭年哥会一直停在原地等。旭年哥，我知道你来港城了，我们谈谈吧。为什么突然来港城？当然是为了你了。旭年哥，我们已经没有可能了。为什么呀？丽丽啊，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就不能告诉我吗？咱们2个一起面对。我把自己卖了，就释文出狱，换钱给爸妈治病。什么？我跟人上过床了，做过那种事儿。不止这样，我还得给那家生个孩子，这样才能两清。那个人是上次那个男的。是。是。你现在知道这一切了，
就别再来找我了。对不起。你没有对不起我，是我没用，我什么忙都帮不上。我要是有钱就好了，你就不用这么委屈自己了。去年哥，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，回去吧。这里有你，我不回去。那家人只是想要你生的孩子，就不是要你。等你完成约定，咱们一起回德安。去年哥，等你把这些事情都给结束以后，即便是你不想回德安，那我们两个也可以在港城立足。在港城立足，可能吗？在想什么啊？这么出神？那个温先生，在港城最贵的地方租个门市，一般要多少钱啊？小一点就行，大概50平。在那个地方，没有这么小的铺面。不如你告诉我，你想做什么？我就是好奇，想问问，在港城开店做生意，一般都要多少本金啊？你是不是有一个想开织补店的想法？你是不是有一个想开织补店的想法？你怎么猜到的？告诉我，想开吗？目前我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，就是问问，到时候心里有个数嘛。我在南京街有一个2000尺的小铺面。不用，我也租不起。我还缺你的租金，你就没有别的方式报答我了？又别的方式？想歪了你。我的意思是，我拿铺面租金入股你的织补店，经营权归你，但我要51%的利润。那赔了怎么办？既然想做生意，经历的事情多了，总会赔的。那你也赔过吗？原来在你眼里，我还是神仙。想做就去做，反正赔了有我这个大股东撑腰。那我应该怎么感谢你？看着我。妄想将你拆掉，拆出熟悉新的按钮，把我的孤独在这世界分享。小诗啊，希望你的肚子年前就能有好消息。我也是求的这个，是男孩最好，不过女孩也行，我都喜欢。以往我来寺里求的时候，他一点都不关心，今天倒是有空来接了。求的什么？平安符。还以为你会求财，符呢？怎么没带？不是给自己求的。
给谁求的？陈旭年。陈旭年。是给温先生的书。给我求的。你不喜欢吗？那我喜欢。上车，带你去个地方。你身专属的陌生味道，是我确认你存在的目标。无来回张望，我知道，竟是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。走吧，进去看看。这里大致已经装修好了，你自己想个名字。温先生，您真的不怕赔钱吗？投资而已，总是有风险的。这是我让秘书尽调了附近几家高端质补店的定价，统计出来的资料。我相信你可以的。如果我真的开店的话，那你妈那边……我去陪你说服我妈，帮你辞掉这份工作。你自己先想个名字。既然是织补店，又是您投资的，不如就叫织玉吧。我遇见谁，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等的人，他在多远的未来？什么？你要辞职，然后去开店？什么？你要辞职，然后去开店？小诗啊，你之前一直是在服装厂工作，没有什么经商经验。我看这事儿还是再考虑考虑吧。这家店就等于是我开的，诗玲只是代理而已。您要是有什么意见，直接跟我说就行啊。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，小诗，你现在应该以给温家生下孩子为首要任务。我本来是想让你挣些零花钱的，这怎么就舍本逐末了呢？我记得和您的契约，不会耽误的。看来你们已经打定主意了。那好吧，不过有件事情我要说在前头，一旦你怀孕了，就不能再出去乱跑了。好。妈，你瞧见了吧？这个诗玲可不是什么善茬，这距离圆房才过去多久？满打满算不过2个月，就勾搭UA哥给他花钱开店，还是京南街的铺子。再这么下去，咱温家的钱不晓得有多少流进他的口袋呢。这有什么办法呢？谁让你UA哥喜欢呢？妈，那我怎么办呀？你之前不是说诗玲生完孩子就走，往后都是我的机会吗？
这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也没想到雨薇她会这样啊。姑，我看那小诗倒没有上回要当少奶奶的意思，满眼都是钱。他肯定是装的。装不装的吧？现在已经这样了，走着看吧。温主啊，你夫人没什么大碍啊，就是找孕，平时要注意一些。我怀孕了。是的，报告不会出错。之前连着做了2次人工干预都没能成功，没想到这次这么快就怀上了。可知玉还没走上正轨。你是不是放不下知玉？魏先生，你怎么猜到的？我可以先不告诉我吗？这样夫人会生气的。你别管，我来处理。这个庙还挺灵验的。那生出来以后，你有什么打算？回德安，立刻回德安。小诗，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说。什么话需要单独说？关于温从义的，让他滚出就是我提出来的，怎么了？让他滚出就是我提出来的，怎么了？雨薇，从义她再怎么任性，也是你妹妹，你这么说也太无情了。我警告过他，不要来找士兵的麻烦，这是他自找的。温小姐，在你昏睡期间，我叫保姆把他撵出去了。你放心，他不敢再出现在你面前。原来是这样。你回德安以后，那质补店怎么处理？您放心，在我走之前，我一定会教曲一心打理店铺。如果您还有顾虑的话，我可以从现在开始不拿店里的1分营收，直到您收回所有的本金。你还真是连退路都想好了。您这么信任我，我不能辜负你。可以留下吗？他这是在测试我的心思吗？毕竟事关孩子，温家都有试探也正常。温先生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但是我承诺过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我绝对不会留在港城，生完孩子我就立刻离开。那要怎样，你才能留下？那要怎样，你才能留下？
没有这种情况。你还真有信用。你生气了吗？石玲，生完以后可以考虑续约吗？续约？你想再生一个？算吧。500万够我用了，你让夫人再给你寻一个吧。今天应该可以听到他心事。现在就能听到他的心跳了。不，孩子会遗传我的听障吗？目前检查无法判定的。其实孩子有些缺陷也没什么的，你现在带着助听器，不也不影响日常生活吗？我是先天听不到声音，7岁才会说话。7岁之前，我总是能看见别人看我的眼神，笑我是聋子，是哑巴。先天听障，很难学会说话。温先生，你不是说你求过的那个庙很准吗？明天我们再去求一次，求这个孩子平安降生，健康无缺陷。好。检查结束，家属请跟我签字。好。喂，这里是港城医院，请问你认识陈旭年先生吗？医院？你就是陈旭年的亲属啊？对，和人打架被砍伤，还有一刀捅在胸前，差点没进心脏。什么？我们会尽力的，跟我去签一下字吧。旭年哥，旭年哥，玲玲，旭年，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呀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……老板说，他那个人，我可以得到50万。玲玲，我要钱了。陈旭年，你是不是傻呀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就没命了？我都告诉你了，让你离开港城，不要再跟我联系了。我说过要帮你。我不用你帮。玲玲，你别生气，我这不是没死吗？卡，我的卡在抽屉里。这卡里是我这段时间所有赚的钱，你拿着。另外，我受伤的事情别告诉我爸妈，我怕他们担心。你别说话了，
好好休息吧，我让诗文来照顾你。君仙，我朋友受伤住院了，这段时间麻烦你照看一下店。温总，诗玲呢？诗玲姐有朋友受伤住院，她过去探望了。他在港城还有其他朋友。喂，帮我查一个人在港城的医疗记录，叫陈旭林。哎，玲玲，你来了。你躺下，别动。你能来看我，我就很高兴了。还带什么东西？我能不来吗？旭年哥，你别再用那种方式挣钱了，我不需要，也不会拿你一分钱。没有别的本事，就空有一身力气。别嫌弃我。这不是嫌弃的问题。我已经怀孕了。别乱动！玲玲，你不能给他生孩子，咱把钱还给他，归德安行不行？我已经签了契约，不能随意反悔。可是你心里根本就不是这么想的。告诉我，你爱上他了吗？这和你没关系。我就问你一句，你爱上他了吗？我对温先生没有除了契约之外的感情。我就知道，你根本就不会爱上一个残疾人，爱上一个聋子。玲玲，他是一个残疾人，听障是会遗传的。你给他生孩子，很可能也是个残疾。你怎么能这么说温先生？他没有做对不起你的事情，就算他身体上有残疾，那也是他的事情，不能遭受任何歧视。玲玲，刚才只是一时太着急了。还有，收回你的诅咒，我的孩子一定会健健康康的。你好好养伤吧。玲玲，别生我的气。温先生有话要说。陈旭年来港城多久了？没多长时间。你没有跟我说过。这跟您没关系，不需要跟您说吧。那他在港城做什么？说是挣钱，等挣完钱就跟我一起回德安。现在出了点意外，在医院。跟你一起回德安？嗯。您放心，旭年是影响不到我们。能影响我的，从来都不是陈旭。早点休息吧。石磊，你嫌弃我是听障人士吗？不嫌弃啊，为什么会嫌弃这个？
又没带助听器。他这么问，难道是在自卑？不可能吧，华科集团的总裁怎么会因为这个自卑？诗文的飞机今天下午5点半落地。他一直觉得你是我老板。谁让你撒谎？我没撒谎，你确实是我老板啊。华科的员工都至于公司签入职协议，没有员工跟老板确定正义。那我们不是登记日做人工吗？我们那本结婚证，国家承不承认？我们在法律上算已婚还是未婚？我只是阐述事实罢了。您说的对。您可以不要再说您了吗，施小姐？您别这么叫我，好奇怪。您喊我温先生，我就喊你施小姐。那我不是觉得叫全名不是很礼貌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你选一下。第一，同我母亲一样，还我玉位。我选第2个。第二，同港城其他太太一样，喊我老公。换过你了，想叫什么就叫什么。诗文，师傅，在这停一下。哎，诗文，诗文，啊，姐你来了，我可想你了。累不累？累啊。给我。哎呀，我可太想你了，姐。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老板，姓温。哦，温老板，这是特意给你带的牛肉干，特级牛肉干，我可是咬咬牙花了200块钱呢。这个你尝一尝。温先生有没关系。很好吃啊。你比你姐懂事多了，她都没给我带礼物。这一顿得多少钱啊？你又打算给我？当然了，诗文是我弟弟，他来港城的一切消费肯定得由我来承担啊。不用花钱，这家店老板说他请你弟弟。这家店是？温老板，你今年多大了？39。看起来不像比我姐大8岁的人。你结婚了？慢点。结了，都有小孩了，希望能跟你姐长得比较像。那概率应该不大。长得像我姐，可问你老婆长得也像我姐，还真是一家人，加一起凑不出个完整的心意来。就你话呢。吃饭，吃完饭送你去医院照顾旭年哥。对了姐，旭年哥的爸妈已经把彩礼和3金都送到咱家来了。你还要不要嫁给旭年哥了？诗文，私事别在这说。没关系，我也想知道你到底还要不要嫁给陈旭年。我之前就说过了，我和他不可能。姐，你和温老板你俩
不行。为什么？姐，你糊涂啊！刚刚温老板都说了，他已经有老婆了，马上都有小孩了。你跟他解释吧，我跟你们姐弟俩有沟通障碍。我就是他的妻子，我们已经领证了。是我对温先生死缠烂打，他才同意跟我结婚的。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姐呀，之前在我手底下工作，我对你姐是日生情愫，追了很久，才追到手。藏不住的心动。喂，这里不一电。我是温玉薇，你现在拿着手机离诗玲远些，别被他听到。哦，好。姐，我出去接个电话。少爷，诗玲姐现在听不到了。你想办法去给我量一下她无名指的指围。啊？你要偷偷给诗玲姐送戒指？对。这个我知道，诗玲姐的指围是5.2厘米。好，她现在还孕吐吗？小宝宝最近乖得很，不折腾诗玲姐了。那就行，有什么事随时打电话给我。好。你是你演的家属？你是谁？我是谁？你打伤我家少爷，得拿命偿。认识陈旭年和诗文吗？认识啊，你是？认识就行。等下我会发个地址给你，你一个人过来，不准声张，更不准报警，否则等着收尸吧。我出去一趟。哎，诗玲姐，你要干什么去？如果我1个小时没回来，就报警。啊？喂，温先生，诗玲姐她……你说你姐夫是温玉薇，华科集团的总裁，温玉薇。大哥，这小子的手机里有温薇的照片，估计他俩认识。那岂不是发达了？诗文，诗文，姐，你怎么来了？诗文，只要你把我弟弟放了，你要多少钱都可以。真不愧是豪门少美，爽快，这话我爱听。5万。跟我开玩笑了，是5个亿。现在立刻给温玉薇打电话，让他准备钱，少1分都不行。我哪有那么多钱？我只是温家的一个女仆而已。你先联系温玉薇，我听听你们的对话。要是敢耍花样，我立刻弄死那2个。我这种身份，哪里可能有少爷的私人电话？身材不错嘛，想干什么？在这个环境玩玩也不错嘛。是，你怎么样？你还好吗，诗玲？你怎么会？你走以后，曲心就联系了我，连曲心都知道有事情找我，你怎么就不知道求助？我是你丈夫，也是你肚子里孩子的父亲。温先生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诗文。好，我会，放心，我会救诗文。你这婊子，居然控制了别人！清风，你救我！别过来！
再往前一步，就送这小子去洗脸。什么条件？我要5个亿。可以。先放了诗文，免得我妻子担心。没想到，真是你老！我现在放了人质，你还能给我钱让我走？我做人质，如何？不行，这件事情跟你没有关系。可以，反正我只图财。乖乖站着别动。妈，你怎么错了啊？我只答应你绑架，可没答应你杀人。对着，都是因为你，就你也去死吧！失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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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叫救护车！温先生，少奶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，但这次的伤过重，损伤了卵巢机能，恐怕她以后都很难再怀孕了。没事就行，谢谢医生。雨薇，雨薇，你没事吧？你要是有个3长2短，你让妈怎么活呀？我没事。刀都架在脖子上了，你还说没事呢？哎呀，我决定了，等这个失灵出来，我就把你跟他的契约取消。妈不逼你们了啊！不行，玉薇哥，失灵都差点害死你了，你还留着他干什么呀？没错，自从这个失灵来了之后啊，咱们家就没安生过。等他出来，就让他马上回乡下去。请问，失灵的情况怎么样啊？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以后怀孕的可能性很低了。什么？醒醒！诗文的伤口不大，已经处理好了。陈旭年也没事，你别太担心。我帮你擦脸。我自己来。对不起，你和我说对不起做什么？我都听到了。这一刀影响我再怀孕，我和温家的契约可能没有办法完成。之前夫人给了我50万，我凑一凑应该能还回去。至于你救诗文的钱，你告诉我个数，我一定还给你。然后就解约，你就离开这里，对吗？你的退路想得真周全，一点便宜都没占到温家的。石灵，你可真行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把欠我的、欠温家的都算得明明白白。那我呢？温先生，不曾对你产生任何感情，当初是你先提的。我到港城就是为了完成契约，拿到钱就10万，不想跟你们任何人产生任何纠葛。原来你是把自己当做交易的商品，连我们的孩子也是你拿到钱完成交易的工具，对吗？可以这么说。可你不该是一个愿意这样物化自己的人。我是不愿意物化自己，可不愿意和不得不是两码事。你的心愿，
就是拿到钱，离开港城，再也不回来，对不对？钱的事不用着急，孩子的事再说。魏先生，医生没有告诉你吗？我可能以后都没有办法再怀孕。诗玲，你不能光记住不要对我产生非分之想这句话。我也说过，我不会再有别的女人。我这辈子只要你一个。诗文呢？我不就是把诗玲的事情跟他说清楚了，省得这小子厚着脸皮跟我攀亲戚。没想到他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一下子就跑走了。从义，玉薇，你别怪从义，那要不是他，你也不会出事儿，我孙子也不会没了。你立刻收拾东西，给我滚出文家，以后不要出现在我和诗玲面前，听懂了吗？玉薇哥，你竟然为了诗玲要赶我走！我从小就在温家长大，温家就是我的家。你赶我走了，我去哪儿？我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去。那好吧，不知道去哪，就去死啊！温雨薇，你疯了吗？好，你要赶从义走，那我也走，我跟他一起离开温家。可以。我看你是被那个诗玲蒙蔽了双眼，你彻底昏了头了你！到底在你耳边跟你说了什么花言巧语啊？让你可以连我这个生你养你的母亲你都不要？这可是您自己说的，您要和温从义一起走，我只能尊重您的想法。你诗玲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，这辈子我只要她一个。她不过是我花钱买来的。一个给温家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，一个出身低微、一无所有的女人，根本就不配做温家的少奶奶，不配站在你身边。不是所有人都想做温家的少奶，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嫁给我这个听障，至少诗玲不行。这就是我们的新家，在温家有我妈在，有点放不开。你还要怎么放开？我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。走吧。哎，姐，新年快乐！新年快乐！你的事情我可都知道了，多怪弟弟没有用，连累你了。我也不是因为你，是为了这个家。没事。那天我本来想不顾一切的把你接回来的，可是姐夫私下找过我，他答应过我会好好对你的。爸妈那边，爸妈那边，我只跟他们说你在港城有了稳定的对象，其他什么也没说。不说这些了。姐夫呢？诗文刚问你，什么时候再来港城？姐夫，你想我没？姐夫，你想我没？什么时候再来港城啊？等你跟我姐结婚的时候，我再去。我要当你们的小花童。好，我尽量让你早一点过来，参加我和你姐的婚礼啊。OK， 姐夫，一言为定。哦，咱妈要跟你说话了。我先把手机给咱妈了。好。玲玲，你们那儿今天包饺子没？哦，我包着呢。这是白菜猪肉的，
咱家喜欢吃的。爸怎么样啊？你爸，哎，老师，哎呦，你妈正给凳子上站着贴对联呢。我让世文帮忙弄，他不愿意，说年年都是他贴，这马年呀也得他来，图个吉利。你让他踩椅子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别摔着了。哎呀，玲玲，你放心，我让你弟在旁边盯着呢。扶着椅子摔不着，你放心啊。那个玲玲，我听世文说那个温老板恋你，还向你求婚了，是真的吗？玲玲，妈不是反对你，我就觉得他年龄比你大不少，虽然说他长得好，也有钱。那一般这个年龄还没有女朋友，总得有点问题。我琢磨着吧，他这有钱，这身体不行啊。玲玲，谁在你身边呢？哦，那个有个朋友来帮忙，我这边有点事，我就先挂了哈。温先生，那个不好意思啊，我妈她那个说话太直了。我没生气，但我觉得你有必要替我解释一下。我身体很好，没有任何问题。哦，我会跟我妈说清楚。纪念一下这个年夜饭吧，我们一起过的第一个年。来。怎么又给我打电话啊？姐，出大事了！姐夫的妈郭阿姨现在就在门口呢。什么？什么？魏先生，我妈她有心脏病，受不了刺激。她要是知道我们俩之间的事，她会受不了的。怎么了？现在知道给我打电话了？刚才把我赶出温家的时候，不是挺硬气的吗？你立刻从石林家里离开，不要在那里闹事。你在命令我？我以为我是你妈，你现在居然为了一个外人这么跟我说话。这事儿要怪，就只能怪石林自己。本来我们一家人好好的，和和睦睦的，都是因为他搅得鸡犬不宁。整件事情和石林无关，有什么事冲我来，别牵连到他家里人，他们是无辜的。晚了。什么？你说什么晚了？我已经把跟石林签契约的事情全部都说了出去，我倒要看看养出了一个为了钱能跟别人签传宗接代契约的女儿，丢不丢人？我们现在就回去。姐，妈怎么样？姐，妈没了。周恩，我代替我向我妈道歉，对不起。我不要你道歉！我要我妈回来！我要我妈！是你妈过来把我妈气成这样的！我妈做错什么了？冷静点！你冷静点！让他打吧。都是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骗了他，是我没有告诉他，都是我的错。是吗？魏先生，
先回去吧，我需要点时间。雨薇，我是你妈，你敢这么对我？我真后悔你生了我。你说什么？温雨薇，你再说一遍。适龄母亲去世，去世了？不可能啊！你骗我的吧？我就是给他说了我跟适龄签契约的事情，让他赶紧把女儿叫回德安来。我别的什么都没做呀。雨薇，雨薇，雨薇啊，雨薇，我真的没有害他呀。我要是想要报复施家，我会一个人去吗？我有那么傻吗？我就是生气，你过年不回温家，我以为是那个适龄说了我的坏话，让咱们母子离析，挑拨咱们母子关系。我一时气不过，我才去了德安。我从来没想过要害他呀，我真的没有害他妈妈。你去楼里忏悔。雨薇，温先生，警察来了，问你母亲在哪？医院大堂。你和顾佩珍的关系是？他是我的雇主。根据我们了解，你与他的儿子温玉威已经办理了结婚登记，对吗？是的。那按照法律规定，你和顾佩珍就属于是婆媳关系了。婆媳，多讽刺的一个词。在港城的时候，觉得我身份低微，连给温家做丫鬟都不配。现在出了事，却定义我们是婆媳关系。适龄，你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详细的和我说一下。顾佩珍和你的母亲，他们之前认识吗？有没有过矛盾？没有矛盾，根本就不认识。你是说他们之前从来就没有见过面，也没有过任何交集？我妈不认识顾佩珍，那是他们第一次见，也是最后一次。顾佩珍会判刑吗？目前还不好下定论，主要的关键点在于顾佩珍是否是明明知道你母亲有心脏病，还故意去激怒她。如果她是故意的，那就构成故意伤害罪，量刑一般在10年以上。如果她不是，那就是过失致人死亡罪，3年以上7年以下。如果能够得到死亡家属的谅解书，那也有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能性。那你先稍等一下。天冷，穿上。无论你做什么，我都不会出谅解书的。你觉得我给你衣服是为了谅解书？我知道她是你母亲，你会想方设法的替她脱罪，但是我妈的死是她造成的，我绝对不会退让一步，也绝对不会原谅她。我妈犯错，受到惩罚是应该的，我绝不会袒护的。但作为儿子，我有义务帮她请律师，但我不会干涉案件的公正，更不会帮她脱罪。
魏先生，你是个好人。这件事情也是你无故受牵连，但我不能留在你身边了。世玲，我和你说过，契约完成之前都不可以再摘下来。你的契约还没完成，我们之间还没有结束。我想解约。我不同意解约，也不同意离婚。世玲，别结束，求你。世玲，温先生，你姐让你来的？不是，刚才我姐出去的时候，我和我爸商量了一下，听说你妈的判决书，只要有我家的谅解，就会从轻处理。我和我爸商量了一下，决定签这个谅解书。不过条件是，你和我姐的契约结束。我知道这件事情跟你无关，在港城的时候，你也很照顾我和我姐，所以我们谈谈和解吧。在这场交易里面，我们没有获利方，你妈免不了牢狱之灾，我妈也进了殡仪馆，是时候该结束了。我不解约，我不要谅解书，我不解约。温雨薇，你难道还嫌伤害我姐伤害的不够吗？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，你非要我全家都恨你吗？给我留一个孩子，世玲就自由。你好，我可以给你留一个孩子，不过我选择做人工。温先生是个男孩，很健康。他看过孩子了吗？他不给看，知道我给你看。是吗？他说契约应该。原谅我真的喝醉了，也知道你会受伤害，只是不想再让你想离开。你就不怕我带着钱跑？因为我不知道下一辈子还是否能遇见你，所以我今生才会那么努力把最好的都给你。我们的爱快要窒息，不是故意，只是太爱你。大家都过来一下。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，新店开业，大家也付出了不少。这是新店开业红包，谢谢林姐，谢谢林姐。许昕，之后得拜托你了。放心吧，林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，我们以后会越来越好的。去工作吧。施老板是不是也该下班了？是啊，这位客人有什么需求啊？不知我这位常客可否请施老板共进晚餐？那得看你有多少诚意了。听说施老板喜欢这条手链，这算不算诚意？这算不算诚意？离叶听心，离叶听心代表爱情，你可千万不能送给有老公的人。你单身吗？你要送给我？对，就是你。我是单身，但是我离异有一个小孩。你只需要告诉我，你和你前夫还有复婚的可能吗？我今年也30了，之前也谈过女朋友，在如今这个社会，有钱人应该不算是污点吧？但你那是分手，我是离异有小孩，这两者区别很大的。又不是私生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
能过去的过去，就没必要一直纠结。诗玲，我喜欢你，做我女朋友吧。你可得想清楚了。我知道，离过婚，有一个儿子。我愿意 N+1次的告诉你，我喜欢的是你这个人，在乎的是我们的未来，而不是你的过去。反正手我都牵上了，要是放，肯定是不可能放的。哼，无赖，这叫智取，亲爱的。你好油啊！那你答应我了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，我不得发一个朋友圈官宣一下？毕竟以后我也是名草有主的人了。幼稚。哎，姐，你跟卓一舟在一起了？怎么？你不喜欢他？没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他喜欢你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，只要他对你好就行了。怎么跟他讲话？妈妈，小朋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是迷路了吗？爸爸说你是妈妈。爸爸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他是？是的。妈妈为什么哭？妈妈不哭，我让爸爸哄你。妈妈不哭，妈妈不哭。叶先生，去玩吧，随便玩什么都可以。看这个吧，干净着。这个是我弟弟诗文的，我弟弟现在跟我住在一起，平常就我们两个人。哦。魏先生要喝点什么吗？啊，不用了。这次来金陵是？羡羡这段时间睡觉不太安稳，医生说可能是缺少母爱导致的。医生说该怎么治了吗？让羡羡跟妈妈住一段时间，
也许会好，可能会好一点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方便的话，我可以带线线走的。我方便的很。线线可以跟着我，线线可以留在我身。那线线就拜托你了，我会在附近找一家酒店住下，有事你可以联系我。我把你的手机号留一下吧。好。你男友打来的。啊，对。哦，对，我去接一下。啊，喂。怎么接这么慢？今天店里客人很多，很忙吗？没有，我前夫带着线线来金陵了。什么？你刚答应跟我在一起，他就忽然出现，是故意的吧？我们一直都没有联系，他也不知道怎么知道我的动态的，应该是巧合吧。刚好线线生病了，需要我陪在身边。这也太巧了吧，巧得让人难以置信。你不相信我？我当然信你，我只是不相信你前夫，怕他对你另有图谋。那你儿子现在在你家里？嗯，在客厅玩累了睡着了。他长得像你吗？我没有见过你小时候长什么样子，看看小家伙也算是弥补一下遗憾。像，眉眼间跟我小时候很像，尤其是笑起来的时候。那他现在多大？应该还很小吧？7岁。等等，玲玲，你独自来金陵7年，你儿子7岁，那也就是说，你刚生完孩子就和你前夫离婚，独自一人来到了金陵。他到底要做出多么十恶不赦的事，才能逼得你这样性格温和的人刚生产完就狠心离开，独自一人承受这么多？当年犯心脏病去世，是因为他妈造成的。后来他妈也进了监狱。是这样，要是换作是我也无法原谅。都过去了。好了好了，不说这些让人难过的事了。我现在马上就要下班了，我去玩具店给你儿子选点礼物送过去，行不行？就算是我这个未来叔叔，先讨好一下小家伙，争取让他早点接受我。好，一路上注意安全，不用着急。放心吧，等我到了给你打电话。快！在一起多久？刚。不用说了，我不想知道。你和他提起过线线吗？当然。那线线在你这治疗，他会不会有意见？他不是那样的人。喂，诗文，你去买点小孩玩的玩具，越多越好。还有钱买这么多玩具干啥？咱家没有小孩啊。温先生带线线来金陵。啊，好，现在就去，肯定买好多玩具。玲玲，这位是？哦，这位是我前夫。你好，我是卓一舟，卓越科技的执行总裁，也是玲玲的男朋友。华科，温女人。港城华科集团，我有所耳闻。不知温先生在华科担任的是什么职务？实际控股人兼总裁。实际控股人兼任总裁。我听诗文提起过你，一直很照顾诗玲的生意，以后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可以联系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给线线的玩具。不知温先生这次带线线准备待几天？不确定啊，这次来不光是给线线治病，也是给我自己治。温先生，
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什么大事，做个手术就好了。什么时候住院？陪护人员安排了吗？你知道，我有洁癖，是不可能接受陌生人的照顾。玲玲，温先生怎么说也是你前夫，生病住院了，你去照顾也合理。正好我这几天项目刚结束，你没什么事，我陪你一起。是。温先生，术前得去备皮。我听玲玲说你有洁癖，可是医院这边做备皮的，一般都是女护士呢。需要我帮你找个男护士吗？看来诗玲常常在你面前提起我。主要是我这个人好奇心重，玲玲其实不愿意提起你，就架不住我总问她。说实话，不怕你生气，光是你们俩离婚的原因，问好几遍了。他把当年的事都告诉你了。当然，卓一舟，你不用在我面前跟我展示你有多了解他。温先生是装不下去了，装出一副无所谓、不在乎的样子，其实心里谁都在乎。我从来没有装过，我的事情只有诗玲没看出来而已。那你知道玲玲为什么没往那方面想吗？因为她内心在抵触跟你产生任何感情纠葛，哪怕只是都是。温先生，您作为华科姐姐，身边一定不缺美女和追求者，大可不必把心思放在诗玲身上。毕竟之间有这条路是永远不可能调和的，她永远都不会爱上你，更不会对你产生任何感情纠葛。我有限期，我们以后也会有孩子，我和玲玲以后也会组建属于我们自己的家庭。温先生，你就真的不能放弃她吗？难道你看不出来，玲玲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会很紧张，而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就会很轻松，会展现出最真实的自己。您好，请问我认识你吗？你不认识，找我什么事儿？我就是想看看勾引一周的贱女人到底长什么样。你是他的？我是他老婆。我是他老婆。你说什么啊？老婆，今晚下班早，我们出去吃。你听，一周他多么关心我，他一直都是这样，特别的关心。这是他什么时候给你发的消息？是最近吗？这你别管，反正我是他老婆，你给我离他远点。你是他前女友吧？我是他老婆，他当年那么爱我，他怎么会喜欢上你这个贱女人？给我站着！你不要再抢我的男人了，好不好？你就不能换一个男人吗？你不要纠缠他了，他是我的。我根本就不认识你，你不要在这胡说八道。他是我的，你们还想做他？一周，你在哪儿？一周，这里有个女的，在医院门口，说是你前女友。一周，你在哪儿啊？玲玲，他没有伤到你吧？没事，没伤到你就行。你先上楼回病房，这里交给我。你不许走！放手！何娇娇，我们已经分手3年了，你不要再来胡搅蛮缠。一周，我放不下你，我还没有同意我们分手呢。不要再来纠缠我们，不然我一定会报警。报警啊！好啊，那你去报警吧，让警察过来给我们评评理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怀了你的孩子。什么？
孩子我已经生下来，他现在已经有2岁了。这一周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也不能离开我们母子俩。还有你，识相的话，你赶紧给我离开他！何娇娇，你少在这胡搅蛮缠。林亮，这件事情我不知道，给我点时间，你先回去休息，好吗？何娇娇，一周，洗漱的东西放这了，你自己用吧。你要走？周一周去处理点事情，等他回来，我跟他一起走。这种事，一时半会儿处理不好吧？你都知道了。他连自己的烂摊子都收拾不了，怎么给你信？周一周会跟我解释的，你别这么早跟他下定论。你就这么相信他？那我呢？魏先生，之前的事情都过去了，我们之间没有可能。你是谁？你别乱来！你别想！何娇娇，你干什么？诗玲，你个贱人，小三儿，你终于舍得回来！何娇娇，你给我放下，我们有话好好说。我没生这孩子，你抢了我的男人，毁了我的一切，你现在还有脸跟我说好好说啊？你在胡说八道什么？我姐什么时候抢你男人了？你赶快把他放下，不然我报警了！你给我闭嘴！这没你的事儿！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一周打电话，你告诉他，你永远都不会再纠缠他。何娇娇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你打不打？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这个小野种，然后杀了你弟弟，最后杀了你，然后我们一起同归于尽。然后我们同归于尽啊！你疯了吗？有什么事情冲我来，你赶紧把他放下。我现在给他打电话。不许报警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就杀了他们。喂，玲玲，怎么了？何一舟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玲玲，是不是因为何娇娇，所以想跟我分手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把它解决了。一周，我才是你孩子的母亲，我才是你老婆。你为什么要护着这个贱人？为什么？啊！ 오늘이 지나도 볼 수 있기를 숨소리라도 들을 수 있기를 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怪我。玲玲，玲玲，你没事吧？何娇娇，你别冲动，有什么事冲我来。一周，我就是冲你来的呀！你这辈子只能是我的，还有下辈子，你永远都是我的。一周，好，你先别冲动，我马上就过来。看到了吧，一周还是关心我，他马上就会来。水文，快打120！玲玲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何娇娇她没有伤到你吧？温先生他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我以为替我挡了一刀。对不起，玲玲，我没有处理好和何娇娇的事情。何娇娇是我3年前交往的前女友，
他性格偏激极端，控制欲极强，甚至因为一点小事就大发脾气，歇斯底里。我受不了他的性格，提了分手。没想到他会彻底发疯，当场就拿出刀砍我。后来，他的家人就把他送去了精神病院。我已经联系了警方和精神病院。周一周，我们分手吧。你说什么？林亮，这次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伤，让温先生也替你受了伤。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林亮。我跟你分手，不是因为何娇娇，也不是因为这件事情，是我们之间本来就不合适。那温月薇呢？是不是从一开始，你心里就一直有温月薇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从一开始，你心里就一直有温月薇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周一周，其实我跟你来说，根本谈不上是爱情。你人很好，你会时刻照顾我的情绪，包容我的过往。跟你在一起我很安心，但是根本就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。但你对温月薇心动过吗？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我能知道吗？当年我家里出事，急需要用钱，我把自己卖到了港城，成了给温家生孩子的工具。我和温先生之间只有契约，没有感情。他是华科集团的实际控制人，身份尊贵，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，一无所有。我们之间的差距大到我根本就不会往那边想。温先生人很好，从来就没有把我当做过生育的工具。对不起啊。其实我一直有种感觉，我在你心里，你的位置从来就没为我真正留过。你只是习惯了好，习惯了我的陪伴，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，对吗？我不想再勉强自己了，也不想再当。爸爸，大家有没有听舅舅的话？有，现在每天都在想爸爸妈妈。现在每天都想和爸爸妈妈在一起。宝宝真乖。爸爸，我想和妈妈一起睡。我也想和你妈妈睡。那我们一起去和妈妈睡吧。你能，爸爸不能。为什么呀？现在还不是时候。倩倩睡着了吗？快睡着了。你想她？忽然身边没有倩倩，不习惯。倩倩想跟我睡，你又想跟她睡，那我把她抱到你卧室去，等她睡着了，我再走。我是来抱倩倩的，我怕她晚上踢被子着凉。那我呢？我这后背还疼呢，你就不管我了？你的伤都好的差不多了，自己能照顾自己。妈妈，妈妈，倩倩，你不要爸爸了，爸爸后背还疼呢。要，爸爸妈妈都要。看吧，他不想离开你，也不想离开我，那我就勉为其难陪你们待一会儿吧，顺便看看倩倩会不会踢被子。倩倩，走吧。你有去探视过温夫人吗？去过一次。那她有后悔她做的那些事吗？当然。当然，我妈这个人控制欲很强，一辈子都是这样。当初契约生子的事情，也是她逼你的吧？
我记得我刚到港城的时候，你们母子俩闹得很僵。那时候并不想要孩子，也不想随便找一个人，用契约捆绑一生。温从义呢？他被送出国了，再也不会回来。是你的意思？是我妈的意思，不过他留下来也不太合适。人和人的交集，真是一件好奇妙的事。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猜到，会和谁认识，又会和谁发生一段什么样的故事，会走到哪一步。是，我很感激老天把你送到我身边，是你让我冰冷的世界里出现了喜怒哀乐，是你让我除了担当与责任以外，感觉到自己还活着，是真真切切有血有肉的活着。是林，我们都经过不愉快那一夜，重新开始，好不好？这一次我们没有契约，不被任何人逼迫，从追求你、谈恋爱到举办婚礼、领证结婚，每一步都真真切切，每一步都不在少，好不好？那温夫人呢？她以后还会打扰我们吗？我保证，她永远都不会再出现。分公司可以开到青林，我也可以留在青林，陪着你，陪着线线，陪你把知遇做得更好。那你会不会因为我和周一周在一起过，就一直介意，一直放在心上？会，我会一直记住失去你的滋味，记住无期徒刑的日子真的很难熬，这样我才会更加珍惜你，才会不敢让你受一点委屈，再把你弄丢。睡吧，我会等着你的答案，不管等多久。不用了。为什么？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